来吧，新玩具！今天我们来玩官方出品的这一套遗产众筹系列的狮王史达合体套装。盒子的外包装超级巨大，而且盒子的封绘非常漂亮，二次元的效果，背后还有这个大合体的红色烫金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带感。更有噱头的在于展开外皮的这个包装，里边是一幅巨大的合体后海报，盖子的另一侧这里是玩具的实物照片，挺帅的。而且这一回里边，这算什么人物卡吗？超级大，这个是个牛皮纸壳子的，印的一幅大海报。不愧是众筹限定版，说明书也和普通版不一样，甚至比 MP 都厉害。全彩印刷，每一个变形步骤正反面都是彩的，而且指示很详细。同时这里边还有2个细节的贴纸，展开了以后也是超级大的一页。毕竟这一套里边的内容特别多，玩法也很丰富。来看玩具的实物，我先把它合体成了大飞船的样式。这一次里边还会带一个非常漂亮的地台，这里有汽车人的 logo。同时，据说众筹版达到了多少套以后，还会带一些小的赠品。这2个小迷你金刚就是所谓的噱头之一。而且其实这一次和狮王合体完的这个飞船尺寸也是挺大的啊，分量也很足，所以放在这个支架上边还是有一些晃晃悠悠的。我们还是把它抠下来吧。造型方面可以说相当的带感了，同时也能把身上的大部分的配件武器都一体搭载在整体的一个大飞船上边，效果十分霸气。但唯一美中不足，这个剑刃没处放呢。MP24 的人家那个可以开这个盖子插进去啊，也是还原动画片里边的一个剑刃飞出效果。但是众筹版遗产线的这一套简化了，这块没地儿收纳，我找了半天也没处藏这剑刃。倒是尺寸方面非常的不错，跟狮王合体完的大飞船在33公分左右。另外还有官方引以为傲的这个特效件的大爆米花，这回也带了2透明绿色版的。我们先来看2个小玩具的变形吧。这个小的消防车，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个这玩具啊，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尤其变形的过程中，就感觉更强烈了。但是就说起来，官方现在遗产线做工的这个问题啊，用料太软了。首先这俩胳膊啊，卡扣放在这里插的不是很稳定，来回活动啊。再有它这个云梯扣子看似挺长的，插上去也不太紧，稍微的扭一扭很容易掉下来。没办法，料子软嘛。变形很简单，我们把这2块折过来，小腿翻好。2根棍子放在这边，肩膀双关节抠开，这里边是有一个插点的扣子啊，但是基本上没啥卵用。腿分开，好了，这个小消防车就变完了。可动方面嘛，因为是迷你的地带小金刚啊，这个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了。但是也能感觉到，你说做这小人儿也是16:9的那个身材啊，遗产线的统一，腿短胳膊长的一种味道。不过涂装不错，还有腰转呢！你敢信这么点的玩具现在还做了腰部可动？脸部的造型刻画也挺精致的。小警车涂装做的还可以吧，不过这一块并没有涂齐啊，轴的这个地方暴露着。变形，你看这个软料子，球冠直接就撅开了。变形很简单，腿直接翻折，你看现在连轴都不做，直接一个球冠给你杵在这儿，盖子往过一翻，不着急啊，一会儿我们装一下从，这个双关节拧一下，挺紧的。胳膊，注意后方这里有一个扣子打开，肚子上边有一个大的螺丝空洞，感觉跟黑暗之环似的。好，这个人形比例身材比消防车稍微好一点吧，但是后边驮这么大一盖子，小玩具嘛。主角自然还是我们的大史达了。先把这些爆米花撅了，小枪卸下来，大炮卸下来，然后盾牌也在身上进行了一体的搭载。我们把这个扣子抠开，里边这里还有盾牌的握把零件，抠下来换一个扣子，可以这样放在手里边。跟狮王拆分的时候，后边蓝色的这个盖子锁的还是挺紧的，它里边是2个，
挺不容易的把它抠起来啊。这里边有2个无损的很长的咬扣，咬这2个棍子，然后前方还有2个锁点，锁史达的裙甲，所以狮王在这里边夹得很稳定，不会轻易的掉下来。左右这里还有2个扣子，掰开，夹合在这一侧的缝隙里。狮王单独也可以变成另外一个飞机。哎，双腿中间打开，我们把这个所谓的模拟机头抠出来，这样摆一下，啊，假装它是另外的一个飞机吧。你说这一套的设计晚点啊，这个狮王还是一4变啊，4.5变吧，它还能和史达进行合体嘛？变成狮子形态也很简单，把腿转一下，这里的扣子打开，前肢拆开和翅膀的扣子，翅膀对折一下吧，头部旋转一下，放下来，这里边的2个牙往下翻，侧面这里的2片鬃毛记得左右炸开，然后把背炮旋转180度，所谓的狮子形态就好了。当然，你这个时候也可以把这些武器啦啥的给它挂上。那整体来说的这个造型，只能算是一个模拟出来的狮子啊，挺呆的，并没有什么很好的细节展示啊。包括这屁股后边的这一块也是方方的一坨。另外，就是因为料子软的关系啊，这些轴不是牢紧的，它里边并没有齿轮的定位。这块里边有一个限位啊，但是是锁着的，下方这里不是很紧。接着咱们把它变成人形，哎，人形也很简单，胳膊跟这儿翻一下爪子，把它藏起来，拳头扭扭正，嘿。说白了，变形金刚，尤其官方的这些变成狮子了、老虎的这种动物啊，基本上都是一趴，四肢往那一放，腿上的这2团我们就团把起来，然后翻转，扣子对上，卷到内侧，左右抠开，把这2块折进去，然后注意看后方这里有一个盖子。抠开里边有一个锁扣的位置，双关节把腿拉长，再把这里锁上，合体战争式的变形啊！毕竟是遗产线嘛，哎，脚尖儿给它翻出来。最后面部的变形，我们把这个黑色的盖子抠起来，往上一翻，左右这2个牙再打开，大头狮王搞定。肩膀上的这2个炮也可以跟这样折过来，随你喜好吧。那说实话，这个人形的身材比例还是怪怪的，而且明显的感觉上半身很壮硕，腿部这一块过短了，也是不过现在一个遗产线的标准体型的身材，16:9压扁的一个态势。但是也是感觉，你看上半身挺好看吧，看下半身也不丑，放一块就是感觉比例失衡，不太搭的样子啊。可动方面，头部左右也有旋转，胳膊来回的活动范围倒是也尚可啊，手腕能动。腰部这里其实并不能动啊，毕竟最后要涉及到合体的一个环节。前踢齿轮关节还踢得挺高的，后踢也完全不影响。侧踢会被这个腿上的炮稍微挡一点啊，45度左右是有的。大腿可以转，膝盖弯折90度。刚才我们也看到了，接地是假的，前脚尖接地就没了，仅此而已啊。不过这个东西毕竟相当就是一个配件包的形式吧，也无所谓了。不过也是说起来啊，还是这个软料子导致了这些地方不是很稳定，锁扣锁的第一个不是很稳，第二个关节柔韧度太松了，有一些地方还是晃晃悠悠。然后是我们的史达大队长，嘿，这有话说回来啊，这一回遗产线的史达呀，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 MP24的简化缩小版，身上有很多的东西啊，还是源自于 MP24的那种设计逻辑啊。但是翻回来说，史达这个在动画片里边后期制作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把这个变形结构完全的锁死了，它变形就是那个套路啊。所以史达的变形在动画片演出效果里边已经讲得很详细了，你要是再做一些特别夸张的重新脑洞设计的演绎，反而不还原，对不对？
但是在一些细节方面跟 MP24 还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脑袋我们要拔掉，它不会像 MP24 是一个连杆放在那里啊，最后还能把连杆拔下来收起来。哎，这个就是直接简化了嘛。翻到底盘来，先把这俩起落架收起来，前方并没有。肚子下方左右两片深色的盖子打开，背后这里有一个红色的按钮开关，按着它，小飞机就可以拖出了。主体的部分我们继续变形，这回主打的还有一个基地模式啊。先把垂直尾翼和水平尾翼收起来，然后翻到这一面来看，它在变形的过程中，首先抠开这个盖子。也就是说，这一回这个料子软的原因啊，也不知道是这个轴歪的原因，反正一侧的这个盖子将能扣住，另外的这一侧呢是咋都扣不上去，我变了好几遍都是这个盖子扣不紧。我不管了，打开，然后上下这里和袖套的部分有一个双向的插扣钩子，把它解开，接着胳膊腕跟侧面的腿这里还有一个挂钩，这是一个钩子啊，拉开它。好，齿轮关节把胳膊90度打横，接着腿部双关节拉出来，这一块大腿上的挂钩卡上，里边的这一片对准下方的咬扣，放正就好了。翻到后背来，蓝色的盖子 Z 字折叠往上一贴，卡住。啊，那就是所谓的基地模式，也是现在在这一套上边新加的一个基地模式啊。在 MP24 的时候好像都没这么做过。把这立起来啊，我们现在可以拿出这个盾牌来，盾牌左右有两个扣子，对应深色上边的这两个点儿，是斜着的啊。它在这一块的角度并不是一个横插上去的，我们还要把这个中间的握盾的地方摘掉。但是也是因为料子软的原因吧，这个卡扣卡上去的阻尼感不是很好啊，所以卡的也不太紧。你看这个一碰就掉，啊，凑合看吧，凑合看吧，反正谁会在意这破基地模式？就这么回事啊。拿出来小飞机，延展开。好，涂装方面做的还可以吧？哎，不过我听说这一回史达的这个中奖率挺高的啊。变形很简单，同样的啊，在这个小尺寸里边也有中间的这小人儿。哇，好小啊！它跟我大拇指甲盖差不多的一个尺寸，但是胸口这里竟然还上了涂装，不过脸部就没有了。2厘米多一点的一个身高，特别的精致。哎，就和之前的 MP 史达不一样的是，这一回脸是放在小人的后背的。我们先把它变成这样，然后继续变飞机，舱盖盖上，这块机头拔下来。翅膀左右对折放进去，剩下的就是老传统了，双关节往上提，小拳头顺着里边抠出来，中间的头胶空洞 MP 都没挡嘛，你指望遗产线还给你挡吗？虽然说众筹的，毕竟是限定品嘛。腿部左右打开，哎，这个时候变形就不一样了，我们要翻开这个盖子，双关节继续往出挪这个腿。老传统的合体战争式收纳，脚尖儿再抠起来。说实话，我挺讨厌这种合体战争式的翻腿的这种结构，就是一 Z 字折叠拉长了。不过能解决很多实质性的问题啊，虽然讨厌，但是很实用。那身体的部分我们现在也好了，打开盖子，头盔翻出来，哎，这时候就可以把小人装进去，后边有一个卡点的扣子。这个往里伸的时候，注意把脸先卡到位，小人往胸口里一放，哎，但是有一个特别好评的地方，这个样子的情况下，竟然不影响脖子的左右旋转，它脖子和小人中间的这个驾驶舱是一体的，所以你在脖子转动的时候，等于是小人在舱室里边跟着一起转啊，完全不影响，哎，就很好啊。这我觉得比 MP24 的那个设计的还有趣啊，但是呢，同样的问题，遗产线的这个粗短身材啊，压扁了，身材显得腿很短。
这个机头卡在肩膀上，还是很简单的，但是变成核心的部分。最后我们还是要完成合体的嘛，也是把这块折进去。腿部啊还是要缩短的。盖起来，这个时候啊，膝盖的黄色涂装的面板翻折180度抠下来，然后腰部这里，这小人其实有弯腰的关节，这里有一个锁着的点，一定要把这个弯腰的关节脱开了，再把腿顺着这个凹槽，哎，还得打开折，要不然会卡裆。好，也就是看它的胯部在里边是斜着这么放下来的，胳膊双关节继续往下放。好，这就是合体的核心部分了。再掏出这个很二的基地模式，盾牌抠掉，脑袋撅掉，腿部齿轮关节直接掰过来，里边脚掌抠出来，双断卡住，胳膊旋转下来，肩炮立正，左右稍微掰开，袖口这个地方打开盖子，双关节再拉出来。这个时候啊，手指头顶进去，把里边的拳头往出翻一点点。它在前半个是没有齿的，到了最后锁定的时候带了点齿。哎，注意这一块的回归。两条胳膊处理完，左右的裙甲翻下来。好，这个时候往里装小人儿，整个的塞进去。注意看小人的白色胳膊要穿过腰部，卡住，结合。然后这里往开翻，灰色的面板中间的这个钩子状的卡扣，跟红色这里再结合。所以我觉得这个结合位点的锁定也做得挺好的，翅膀再归位，有进步。最后头部戴头盔插上，耳朵的泡立起来，脸往下一翻，搞定。盾牌插上，剑拿出来，整个的这一块握把拉长，拉长了以后中间这里就空了，把这剑刃套上去。这个手型我们之前也见过啊，这应该是天火的手，四指连在一起，但是呢，你在往回窝的时候，手掌里边可以顶出来一个圈儿，让这个抓剑更牢靠。于是史达就变形完成了。说实话，傻乎乎的。主要还是出在这个身材比例的问题上面。这一次的史达同样也是感觉腿短，大腿短。然后呢，脑袋戴上头盔以后显得很大，身材比例怪的原因还是上肢过长，臂长及膝，已经算是超过了膝盖，大腿这一节太短，导致了这款身材看起来不秀气啊，很呆很傻的一个尺寸。史达如果量到头上刺尖儿，最高圆在26公分左右，狮王到头顶在将近19公分啊，炮顶在22公分左右。所以尺寸方面来说啊，史达在设定里边其实个头挺大的，其实是 MP24 做小了。如果按擎天柱在24公分左右的身高，那同比例的 MP 史达应该再更大一些才对啊。所以这个也是挺尴尬的一事情。倒是这回遗产线的这个史达可以和遗产线的其他产品配比例，这点做得很好。最后我们也是进入狮王史达的最终合体，就说白了，最后主要还是玩这个狮王的。首先，哎，整个的头掀开，我们把身体的这一节滑道整个的拖出，背包部分先变形一下，翅膀打开，头部啊缩起来，再翻回去那个狮子的头，双关节挪开，注意后边这里有一个盖子，我们把这里打开。翻折到另一侧，狮子头旋转一下吧，哎，我们也背到后面去，藏到这里，然后胳膊这里旋转，把这个爪子抠起来，注意胳膊肘的这个地方有一个卡扣和翅膀固定起来，但是这个卡扣也是料子软的原因，阻尼不是很好，特别软，插的不是很紧，一动就开。哎，
好，然后炮旋转个180度，挪开，身体从中间一劈两半，打开以后，其中的一侧我们先来看，脚趾头翻出来，注意这一侧里边有个左右合体连接的扣子折进去，腿部这里打开后杆，双关节折下来，这个地方注意对准这个锁眼儿，再把它压回去，也就是放扁了，脚掌折回去，里边的这一块锁扣翻出来，后边的锁钩翻出来，从炮的位置中间有锁点掰开，对折，把这里的卡扣对上，增高鞋垫完成。狮王的部分搞定之后，史达只需要把这个脚趾头前脚掌的部分折叠进去，然后穿鞋。就说起来，为啥史达被称之为0号勇者啊？确实也挺有梗的。哎，这个锁定的还很好啊，后边的 C 型扣咬得很结实，前边的这个圈再套住，这完全掉不下来，锁住了。勇者系的这种合体就是祖传的增高鞋垫子，这一点毛病没有。但是呢，也不影响左右接地，它的左右接地在史达的脚踝上。你看我说啥来着？这系列的毛病就是腿短了显难看啊！你看一加上增高鞋垫以后，瞬间精神好多呀。背后这里上背包，注意这中间的扣点连接插进去，它不是单纯的一个插扣啊，它左右还有一个 C 型的咬扣，连插带咬，挺结实的。哎呀呵，哎，挂上。还没有完，肩炮这里还有2个挂过来的锁钩，把它压上去，根部这里还可以往起抬一点点。大炮也有搭载的位置，我们可以横着挂在屁股上面，也可以翻起来拿在手上这个洞里。另外的盾牌除了可以拿在手上，通过这个 C 型咬扣，也可以跟这样卡在手臂上。这里再拿上这把史达的剑。脚枪这个时候就显得有点寒酸了，无所谓，我们可以加强在大炮的侧面。最后爆米花的特效键，给它往肩炮上边一怼。那么好，狮王史达的这套组合完成就是这样了。哎，造型来说还挺帅气的嘛，挺好看的啊。包括合体的稳定性很好，这些插扣设计的很科学啊，包括环环相扣的锁定咬合之后，稳定性很不错。但问题就出在料子过软，官方遗产线的这个破料子，这一块锁得很好，这一块锁得很好，问题就是中间的这块面板，它这个地方太容易脱开了，也就是因为料子软，这个卡扣根本就没啥阻尼感。你在活动腿部的时候啊，掰掰这个齿轮，你看这开了。但是总的来说吧，我觉得这个史达还是挺帅的啊。毕竟现在 MP 虽然说24出了史达，但是并没有出狮王，无法进行合体，这是让人觉得挺遗憾的一个点。这一次的众筹企划，虽然说价格也不便宜吧，1350块的价格，毕竟这里边是2大2小的一个套装礼盒，狮王和史达一次性可以集齐，而且这套玩具的玩点也十分的丰富嘛。虽然说多加了一个无所谓的基地模式，但是你想，小飞机单独能变形，里边的驾驶小人可以搭载，而且可以2套飞机组合成一个大的飞机。本身来说，史达自己的玩点就十分丰富了，再加上狮王的一个多变形态和马甲穿上以后的增高模式啊，确实，如果说以一款玩具的眼光来看的话，史达整个的一套设计其实是很高级的，在那个年代就是这样子啊。到了如今，新的设计、新的改良，在 MP24 之后，又在遗产线把这一套做了出来。其实有一些身上的设计闪光点，也是比 MP24进步的一个地方。虽然说之前我看到很多网上朋友们这一套的中奖现象特别严重啊，但当你如果开一盒没有中奖的产品啊，我觉得这一套完全是可以接受的。毕竟变期的那一款废暗的天灾还炒到了500块到700块呢，是不是？更何况这一套也算是众筹的限定产品啊，极具收藏价值。猜当年狮王在 MP 应该也设计来着，只不过后来没出，也是因为可能史达的人气并不像曾经大家期望值那么高吧，海之宝也是高估了这个角色啊。但是喜欢史达的人们，可能对于后续不能出狮王也是抱有遗憾的。这一次在众筹企划里边能把这一套全部的做出来，
我觉得能满足这些朋友们心中的一点怨念吧。他们在做的时候也不可能做的太昧良心，有些地方的诚意做的还是挺好的。比如说史达起码看不到头胶，虽然小人身上有一些吧，但翻回来我刚才也说了 ，MP24 的小人胳膊还偷着胶呢。所以你怎么评价它呢？算是对得起众筹限定这4个字啊。但是售价方面就看个人的接受程度如何了。我个人感觉是1350块，性价比方面还可以啊，起码比 GSC 的那套超能加尔强太多了。那么得嘞，这套众筹的史达狮王合体就是这样了。虽然也算是半个老物吧，也是说为啥现在才拿出来拍，主要是萨拉斯到了。